Dünyanın buluşma noktası İstanbul Havalimanı'na hoş geldiniz. Yolculuğunuzun rahat ve keyifli geçmiş olduğunu umuyoruz. Emniyetiniz için kemer ikaz ışıkları sönünceye kadar lütfen yerinizde kalınız. Kemerinizi bağlı tutunuz ve başüstü dolaplarını açmayınız. Tüm elektronik cihazlarınızı kullanabilirsiniz. Uçak park pozisyonuna ulaştığında başüstü Hello， 我们来土耳其了，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哇，今天真是传奇的一天的经历，经历了机场租车差点被骗，然后换汇的话手续费超高，市区拥堵，到了酒店赶忙 check in 了之后，又遇到了地铁晚高峰，然后现在终于站到了加拉塔塔的顶端来看360度的夜景。哇，这个门票超级贵，要30欧一个人，但是真的是很值得，很值得。 刚才拿着地图研究了半天，看哪一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都是最远的，离我们最远的就是那2个现在亮着灯的这个。明天我们就要去这些地方去探索一下，它们都在海峡对面的这个岛上。 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们进来暖和一下。这个塔呢，其实历史很悠久了，它1348年就有这个塔了，它高63米。我们坐电梯上到6楼之后，然后就可以俯瞰伊斯坦布尔整个全城了，包括亚洲区和欧洲区。然后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准备坐电梯下去了，去尝一下他们的这个鱼卷。我刚看这个塔旁边就有一家吃鱼卷的店，一会儿去尝一下。电梯在哪？啊，那边。 Fish wrap。我们的鱼卷来了耶！我觉得跟德国的土耳其肉夹馍长得很像，但是里面加的是鱼。给你们看一下，你看它里面有红色的不知道什么的酱汁，然后配着一条一条的这个小鱼干儿。 咸咸的，还有一点孜然的味道和辣椒面味道，味道不错，好满足啊！终于吃口热的了，冻了这冷风吹的，哇，好舒服！啊，吃完了，准备回酒店了，好满足啊！终于暖和起来了，感觉身上，明天一定要多穿一点。 感觉土耳其这边的夜生活确实比德国丰富。这都晚上9点多了，你看街上人还这么多，还挺热闹。刚才看到有人还跳舞啊之类的。
现在在海峡的南边，这边是欧洲区的老城区。现在我们准备走到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那边，大概走20分钟左右。刚才一路坐公交车过来，结果 Visa 卡它识别不了，用不了，然后司机就直接让我们免费坐了，我们就扛了一路，然后就过来了。好漂亮！圣索菲亚大教堂，太不容易了。先去买票，我们要买1楼参观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要买2楼去看它那个马赛克壁画的部分。对，说是直走左转就是了。还得再问一下头巾，是不是看得租一个头巾？因为我今天忘带围巾出门了。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上到2楼来了。它排队的人太长了，我们在网上买的 Combi Ticket 是这个2楼可以参观的这个部分，加上博物馆，一共是50欧。然后他说不用戴那个头巾也没关系，我有这个帽子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2楼，可以看到满墙的马赛克的壁画。这个呢也是改变建筑史的奇迹，因为它是1500年前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圆顶的建筑。这个教堂呢，一开始是东正教的大教堂，后来呢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再后来呢又成为了共和国的博物馆，现在呢它又变成了清真寺。历经多个朝代，想象一下，这个教堂呢建成的时候是才公元537年，那会儿是什么时候呢？那会儿的话还没到隋朝，是南北朝的时候，哎，是不是超级厉害？想象一下，这是1500多年前的柱子，见证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的兴衰，还有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摸一下南北朝时候的文物，这才是真正的马赛克壁画，上面是耶稣的画像，还能保存到现在，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个就是恩里克·丹多洛的墓了，他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他的墓也埋在这里。这个好像在电影《达芬奇密码的地狱》里面也出现过，我记得有这个镜头在。因为是第4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攻占伊斯坦布尔，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期间，所以的话呢就埋在这里了。你看，这以前都是清真寺期间被挖掉了。然后后来的话，现在应该是被泥土给封上了，然后现在是又被重现了出来，当时基督教的这个耶稣的圣像。我们刚才想去1楼参观这个教堂内部，他说只有穆斯林做礼拜可以进去，他们好像每个人都拿了一个什么证之类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不让我进。那还好，我们从楼上就已经看过了，要不然就进不去了。然后现在就直奔蓝色清真寺吧。有轨电车来的时候你不拍，现在非要拍，还要等多久？2分钟，给你2分钟时间，2分钟不来我们就走。还有30秒，还有10秒，19、8、7、6、5、4、3、2、1，我走了，拜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蓝色清真寺吗？虽然它的穹顶看起来也是蓝色的，但是呢，是因为它内部有超过2万块的蓝色手绘瓷砖，所以大家才叫它蓝色清真寺，而并不是因为它的顶是蓝色的。这个清真寺建的就晚了，17世纪初建的这个清真寺，是苏丹的艾哈迈德1世的国王下令修建的这个。刚好今天是个晴天，在太阳的照射下，感觉这个蓝色清真寺更蓝了。我看到他们好像在门口就开始祷告了，有一帮男的。这里面的话是要脱鞋的，尊重人家的习俗。但这真的是相当的华丽，我觉得比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华丽。可能是因为2个差了1000多年建的吧。咋都只有男的呢？女的祷告室是不是在另外一边？那这也，这都跪下了，开始祷告了。从蓝色清真寺出来了，哎，我记得它是因为蓝色的瓷砖才得名的。我在里面没看到什么蓝色的瓷砖啊，都是彩色的玻璃。我猜是不是因为它地上铺的地毯给盖住了？这就不知道了。反正很多人在里面祷告，现在就奔下一个点去。这边的景点都特别密集，所以逛起来算是比较舒服的。这个地方就是被树遮挡特别多，而且没有一个开阔的地方，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找一个很高的一个餐厅，看来拍清真寺和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上面现在喝杯咖啡，就是头被吹的实在是。太阳今天确实挺好，但就是风太大了。哇，还好多海鸥呢，是有很多人给它喂吃的吗？喝一点土耳其红茶。我还是再放点吧，好苦啊！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和普通的红茶差不多，就是苦，特别苦，特别苦。难怪他给了2包糖。我觉得这边的茶的话呢，它感觉有点偏向一个欧亚混合的体。欧洲的茶，红茶一般来说都特别的甜。亚洲呢，像国内的茶一般都比较苦涩，它这个呢没有那么苦，但是也不甜，就感觉是一个中和版。这个机位真的是非常好，可以看到整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全景，还有2个大教堂，准确说是1个大教堂，1个清真寺。哦，好快！哦，好快啊！他们还是爱吃肉的，挑了一块肉，一块就被煎走了。刚才拿了一个洋葱，就没有海鸥来煎。我再去试试。花了2000里拉，终于进来了托普卡帕宫殿。这也是从15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
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苏丹国王他生活以及执政的这个地方。说里面占地有70公顷呢，我们进去看一下。第2庭院在那边，第3在这边。我们应该先去第1庭院，我找一下。我刚才发现了，在买门票之前就第1庭院，第1庭院是免费参观的，它主要就是接待室啦，就你谁来，他都先往那儿先聚集一下，可能给国王通报啊之类的。然后现在其实就已经是第2庭院了，就是国王和大臣们会面然后的地方，你可以当做会议室。外面呢只是庭院休息的地方，这里面才是国王和大臣讨论国家大事的地儿。你看，沙发做成一排排，然后中间坐着国王，大家一起讨论世界大事。现在呢是来到了第3庭院，这个庭院呢是国王和外国使节会面的地方，但重点不是这个。这个呢里面呢有好多的珍奇异宝，国王呢他有好多的展品在里面，其中就有一个86克拉钻石，这也是全世界第4大钻石，还有很多祖母绿啊、翡翠啊什么之类的镶钻的这些武器以及珠宝，不知道里面让不让拍照。我不管怎么说，能看到86克拉钻石，我觉得已经很兴奋了。去看一看。又肥又短，看这样子。哎，这个也是，你看肚子那个地方专门还给你弄大了，觉得像是小孩穿的。要么怎么解释刚才突然那么肥大，然后这个这么短小？还挺好看的，有点中国风格。不过那个时候生活确实是好，你看那贵族那脸都像我们学校时候看的又红又圆的，那衣服也是又大又宽的。这就是珍奇异宝馆吗？刚才看到了86克拉的钻石。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我以为跟一个石头一样大。哇！现在到第4庭院了，这也就是国王的私家花园了，也就是俗称的御花园。他和王后还有孩子们一起赏枫。哇，今天的枫也赏花的地儿，今天风太大了。不过这个风景是真的绝美，还算是能值回这50欧的票价。你们看到没？对面那座跨海大桥，就连接了欧洲区和亚洲区。哇，两边都有好多高楼大厦，我看着没什么区别嘛，两边。然后中间就是海峡了。你听听这风声，真的不输法罗群岛和挪威。这也就是它最后一个部分御花园了。看完这个，我们就准备去坐游船了。我希望今天晚上的风不要太大，感觉头发已经要被吹光了。
已经在游船上啦。这个游船的话是一个人250里拉，换算下来大概就是7、8欧一个人。然后带你坐1个小时，绕着这个欧洲区、亚洲区以及这个海峡转一大圈。刚好现在是赶上了日落的时候，刚刚好看完，完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可以看到好多的船，大家都这个时候出来。晚霞好漂亮啊！这个船我们路过了，我看这个叫7月15日烈士大桥，现在开到亚洲区这一边，然后慢慢的掉头，我们就准备回去了。游船就坐完了，现在在找吃饭的地方，去吃一个土耳其烤肉。哇，今天真的是够冷的。这个游船呢还是挺不错的，直接看到了亚洲区、欧洲区，还有整个海边的小房子、清真寺，对，挺好的。今天真的是最有心理阴影的一天或者一个晚上。先是我点了咸酸奶，土耳其的特色，口感呢就是德国的酸奶里面加了一堆盐的感觉。尝一尝当地的，这个不算是最奇葩的，最奇葩的是饥肠辘辘的，走了20分钟，然后走到一家特别有名的店，就他告诉我只有羊肉，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换别的店了，于是。我平生不吃羊肉的我，第一次开启了我的羊肉之作，就是这个羊肉卷啊！真的是，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了吃饭，连树皮都吃是什么感觉。还行，我接受了。我觉得它要是牛肉或者是鸡肉，应该味道会更好吃。但今天就这样吧，我已经饿死了，凑合把它吃完吧。刚才麝香问我，觉得味道咋样，还能接受吗？我说不然呢？难不成我全吐出来？其实，说实话，味道没有在德国吃的羊肉味道那么重，还有一点那种烤焦的味道，然后我又蘸了一些孜然和辣椒面，它这辣椒面还挺偏国内的这种，味道还行，说实话还行。但是如果让我有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吃它的。要不是今天我真的已经饿死了，我没有办法再走到路，我也不会吃我的处女羊肉之作。我吃完了，我厉不厉害？我都觉得我自己太牛逼了，居然吃完了。这个咸酸奶倒是喝不下去了，太难喝了。
昨天时间来不及去逛大巴扎和香料市场了，今天早上离开之前再逛一下。刚才那个停车位进不去，那是一个单行道，所以我们是把车停到这样一个私人开的停车场。你看看，后面就是圣索菲亚了，它这个位置还真的挺好了。前面就是大巴扎了。这个市场的话是1461年建成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顶的市集之一。说里面有66条街道，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卖各种香料啊、皮具啊、灯具，还有地毯。对，就是这个土耳其地毯，上面有很多中东的那个红色花纹的那种地毯。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好期待啊！我感觉这个大巴扎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以为是国内的那种菜市场，水泥地，然后一个一个摊位，大家在叫卖，跟那卖肉卖菜的一样。它还挺现代化，就像是国内的集贸市场一样。好漂亮。Hello。摸一下这个质感太好了，我觉得这比真的巴布瑞还好。就是类似于国内的批发市场加上假货大全，各种假货。那巴布瑞那开司米那摸着比真的还舒服。大巴扎我们就逛完了，其实我觉得没啥意思。如果你逛过国内的批发市场和假货市场，那真的没啥，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很有土耳其风格的一个一个小摊卖各种香料啊，那种叫卖那种当地的市井生活，但是没有，都是那种假货啊什么。我们看了2个盘子加一个就是锅垫，他收我25欧，有点太抢劫，还是那种还完价之后还要25欧。我说这德国也没这么贵的，算了，不买了。我们还是往卡帕多西亚再去走走看看吧。然后现在我看看清真寺怎么走，我们再去一个这边世界最大的清真寺转转。苏莱曼尼耶清真寺。从大巴扎走了大概10分钟，我们到了这个清真寺，叫苏尼艾维埃清真寺，我不记得名字好长。这个呢是伊斯坦布尔最大最壮观清真寺，而且人很少，所以我们就顺路过来逛一逛。说是这个院子里面可以俯瞰到整个金角湾，还有后面的亚洲区。哇，太漂亮了！我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个院子可以看到整个全景，哎，是不是很惬意啊？坐在这个地方，它这清真寺挺会选址的啊，还有这么多个小蓝顶，每一个感觉都像蓝色清真寺。这和蓝色清真寺院子差不多啊，是不是也得脱鞋进？我们就不进去了，又要脱鞋。我刚刚在门口看了一下，跟蓝色清真寺差不多，而且又没有那个好看，就不进去了。现在去香料市场了。它是1664年建成的，比大巴扎晚了200多年。但是呢，就是它比较小一点，它是这边第2大的市集。它不是那种卖衣服啊或者地毯这种，这边就是卖食品的，比如说干果啊，还有果脯、蜂蜜，还有土耳其最有名的红茶。主要就是刚才看网上说，这边称重可能会有一点陷阱，要注意小心一点。我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
一进来就是一股香料味道，有点孜然、蜂蜜、辣椒面儿，我感觉还有啥不知道混合出来的味道。你看这辣椒面儿跟国内的好像啊，真是各种各样，还有花茶，还有胡椒。哇！ Is a different flavor. One. Yeah. Hello. Hi, Mama. Yes. Yeah. Yes. Hello. 买了不少东西，现在就准备继续前进，还要开7个小时车去卡帕多西亚。它这个停车场位置还真挺好，你看它后面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了。土耳其人还是挺会做生意的。这个体验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其实一点都不害怕。